好了，那么在我们介绍完这个整个的设备的一个基本操作以后呢，我们下边来进入我们的组网或者说我们的网络介绍的环节。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介绍到的是小范围局域网。这个小范围局域网范围有多小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定义为在你的宿舍或者说在你的家里边，或者说在你的一个非常小型的办公室里边，然后大家想把它连起来你想把大家的 PC 都连起来，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这个范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可能也有的同学呢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宿舍里边。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就叫做小范围局域网。在介绍小范围局域网之前我们要先搭建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个东西，叫做以太网我们要介绍这个以太网这个东西。好，那么在我们的网络中，常见的网络设备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 Hub、交换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以太网的设备当然还有路由器和防火墙。但是在我们的小范围网络里面，一般我们只用到 Hub 和交换机。那么对于交换机来说，我们之前讲到了，它工作在数据链路层面它工作在第二层，所以说呢，通常我们都认为呢，它是一个二层交换因为数据链路层在 OSI 里面是第二层，所以我们称之为二层交换。后边呢，我们会有一个改进它的改进呢叫做三层交换。那么对于交换机呢，它有效地隔离了以太网中的冲突，极大地提升了以太网的性能。这个隔离冲突和提升性能呢，主要是交换机对于 Hub 来说的主要是交换机对于 Hub 来说的。那么在这个里边最主要的是什么？是 Hub， 它是一个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工作在物理层的设备，它只负责电信号以太网上的电信号的放大，它不负责任何其他的操作。而对于交换机来说，它是要对数据进行读取和这个操作的。所以说对于交换机极大的改善了 Hub 的性能。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网络中集线器或者说 Hub 已经几乎看不到了。那么大量的这个设备甭管是几十块的还是几万块的，那么它都是交换机的系列的产品了。好，我们下面来看以太网的发展简史。对于以太网来说呢，它有几个标准。那么最早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或者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802.3 的以太网的标准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有了什么呢？有了100兆的标准 802.3U 这个叫做100 base T。注意后边写-T 的，说明这是用我们日常见到的最多的那个网线就是那个双绞线来完成的以太网我们叫做铜线我们叫铜缆以太网。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 802.3Z 和 802.3AB。这个呢，它定义了1000兆以太网，就是比这个这个100 base T 是100兆的，这个是1000兆的，比这个又进了一步又提升速度，又提升了10倍。最后呢后面还有 802.3AE， 这个是10 GE或者叫做万兆。这个1000兆呢叫做 GE， 那么这个10 GE 呢叫做万兆这是一个万兆以太网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的 802.3 一个10兆的标准，经过一些年代的发展，最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10 GE， 甚至现在还有什么呢？现在还有25 GE、40 GE甚至于100 GE 的出现据说现在400 GE 也已经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出来了但是那些我们先不管它，这些东西呢都是目前有一些高端的一些商用的这个测试的100 GE 40 GE、25 GE 都是有的。那么对于以太网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带宽几乎是以数量级，你看10兆、100兆、1000兆、1万兆甚至于到这儿10万兆、100 GE， 它几乎是以这种数量级的方式在增长。所以说呢，我们的网络呢是越来越快的这是我们的以太网的一个发展的例子。最早的时候我们说的 802.3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叫做同轴电缆或者也叫做铜缆以太网。那么它呢提供2种线缆，一种呢是10 base 5我们叫做粗缆这个5呢代表电缆最大传输距离是500米注意这个地方5代表的是500米，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线缆的这个粗细这个叫做10 base 5这种线缆呢叫做粗缆。还有一种呢是细缆
啊，叫做10 base 2。这个2呢，代表的是最大传输距离是200米，其实到不了200米，是180米左右。啊，有的教材上会写185米。那么事实上它到不了200米，但是呢，在这儿你也不能写个18.5啊，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就写一个2就完了啊，或者你在这儿不能写1.85，对吧？啊，那么我们就写一个2啊，就近似于200米。那么这个线缆呢，它叫做细缆，这个线缆比这个线缆要细一些。而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接头啊，我们叫做 BNC 接头，这个是这种线缆专用的接头，啊，这是这种线缆专用的接头。如果你们能看到2000年甚至于2003年以前的一些学校的机房，可能还在用这种线缆，啊，还在用这种网络，但是在以后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它只能传递最高速度10兆，而且不能用于交换机，只能用于什么呢？连 hub 也没有啊，它其实是这种总线型结构弄起来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以太网啊，共享式以太网的传输介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同轴电缆不太好用的时候，后来大家就想到了以太网。那么以太网的传输介质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是双绞线。这个是我们就平时最常用的看到的网线。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双绞线。为什么叫双绞线呢？因为在这个里边，你拨开这个线皮以后，你可以看到一共是4对线，每一对呢都是2条线，一条彩色的线和一条白色线搅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叫做双绞线，啊，我们把它叫做双绞线。那么这个4个颜色分别是橙色、绿色、蓝色和棕色，啊，有的管这个叫黄色或者叫做什么橘色啊，这个看你对颜色的形容了啊。一般呢我们称之为橙色，然后绿色，然后蓝色，然后棕色，4条颜色的线。那么对于这个跟这个单一的颜色搅在一起的这条白线，我们称之为半橙，或者叫做这个白橙。啊，比如说跟橙色搅在一起，那么这条白线就叫做半橙或者叫做白橙；跟蓝色搅在一起，那么它就叫做半蓝或者是叫做白蓝啊。这个2种说法都有。那么无论如何，你要把这8条线都区分出来，每一条线有其不同的作用。有一些做工精细的网线，它会在这个白线上面，像这个它会打一个特别细小的一个颜色的道儿。啊，比如说这个颜色是就我们叫做全色，还有点像打台球了，是吧？啊，这个叫做全色啊，那么这个是全色的，整个都是这个棕色的。那么跟棕色搅在一起的这条白线，有的做工精细的厂商会在那个白线的边上给你画一道很细很细的棕色的一个细线，但是你能看得见，能分辨得出来。那么蓝色的呢，就是在白色的这个线上画一个蓝色的细线啊，这是一种做法，这样你更容易区分这个白线到底是半蓝还是半橙啊，还是半绿。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有的厂商做的精细一点，还有一种精细程度是什么呢？还有一种精细是这样的，它在这个白线上面啊打一些点儿，就是每隔一小段啊，看我们这个图片上可能应该看的稍微还好一点，就是每隔一小段它会给你打一个点儿啊，打一特别小的一点一个蓝色，然后有点这个整个这个白线抽出来以后呢，有点像那个天牛啊，有种昆虫天牛的那个角一样，一段天牛那个角当然只有黑白了，一段黑一段白，一段黑一段白。那么它这个呢，就是我是哪个线的半色线，就是哪个线的白色线，那么我这上面就一段一段一段全是那种那个主色线的那个颜色。啊，这个是为了方便我们区分。然后呢，这里边一共8根线，原则上来讲，这个8根线啊，它的那个铜质啊，这个肯定是铜线了啊，里边的这个铜质，它的合金是要有比例的啊。那这个就是看做工的问题了啊。这个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双绞线，双绞线这样是没法用的，那怎么办啊？我们需要做端接啊，我们需要做端接。端接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啊，我们叫做 RJ45。啊，我们叫做 RJ45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个东西呢，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窟窿，其实呢后边呢是有接线的位置的，啊，是有接线的位置，你把这个线直接接到上面去就可以了。然后，那么这个口就可以用了。然后呢，这个口怎么用呢？你去市场上可以买到那种2边都已经做好的那种网线，然后呢，你一端插到这儿，一端插到你的电脑上就 OK 了。啊，这是一种端接方式。这种端接方式和这个东西叫做网络模块啊，我们通常称之为网络模块。
这个东西一般是打在一个像电源盒子一样那么大的我们叫做86核的那么一个盒子里边，然后把它呢放在墙上或者嵌在墙里边。好，这个是我们所平时看到的网线。当然还有一种端接的方式，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啊变成按序排好，然后找一个水晶头拿钳子给它掐起来。啊，这两种端接方式啊，我们在这儿呢不去讨论这个网线到底怎么去掐这个水晶头啊，怎么去做这个端接的这个东西了。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种双绞线呢，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叫做 UTP， 叫做非屏蔽双绞线。就是大家通常见到都是这个是非屏蔽双绞线。这4对线的外边就是那个塑料皮了啊，一般是灰色的塑料皮。还有一种双绞线是什么呢？下面这种叫做 STP 双绞线。这种双绞线，你把那个灰色的那个塑料皮剥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有一圈锡箔或者是铝箔啊，就是一种金属的这个薄膜，然后把这4对线给包起来了。它是为防止什么呢？防止电磁的这种辐射的泄漏啊。这种东西呢是防窃听用的啊，在一些保密的一些这个系统里边啊，可能为了防窃听会使用 STP 啊，叫做屏蔽型双绞线。这个 UTP 叫非屏蔽双绞线。这个东西的价格会比这个非屏蔽的贵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用的还是这个非屏蔽双绞线啊，除非你是特别涉及什么国家机密的一些什么系统啊，可能会用到屏蔽双绞线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些特别机密的这个系统呢，我们一般都用光了啊，我们一般都用光纤了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屏蔽双绞线还是非屏蔽双绞线，都是有外皮啊，然后呢有这个里边的这个我们叫做线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带颜色的这个铜线叫做线芯。然后有的同学呢可能真的接触过双绞线，你还会发现这个双绞线里面还有一种东西是一根塑料绳啊，那个东西呢其实它不叫塑料绳啊。那个东西呢是整个双绞线里面的那个一个叫做抗拉纤维，啊，它的那个抗拉程度呢，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啊，可以保证这个线缆呢在承受一定大的这个力度的时候不会被拉坏啊，要不然的话，你想把这个塑料皮要是拉开的话，这个线路就短路了啊，所以说它呢会承受一定的这个拉力啊，那个东西叫抗拉纤维，啊，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双绞线。然后大家知道双绞线呢，现在的网络里边有很多种了，对吧？啊，比如说我们说有3类的啊，它现在买不着了，一般有5类的，有超5类的啊，有6类的啊，现在还有7类的等等的一系列东西。这个类别越高，说明呢它可传输的这个网络的速度就越高啊。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会认为3类线可以传10兆的以太网，然后呢5类线是100兆的，超5类线呢100兆的、1000兆的都可以。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啊，因为我对于专业的综合布线呢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这个在我的印象中，严格意义上没有超5类的概念的出现，啊，5类完了就是6类，也就是说5类可以跑100兆，也可以跑1000兆，那么6类和7类基本上是为1000兆甚至于10000兆啊，就是10G E的那个东西来服务的，啊，反正级别越高，类别越高，那么它能够承载的这个网络的速度也就越高。好，下面我们来看标准的以太网。对于标准以太网来说，啊，这个就是10兆的啊，这个就是10兆的。那么通常啊，我们说只定位在接入层。现在我们的以太网基本上是100兆起跳，标准的10兆的以太网几乎已经没有了。好，下面我们来叫快速以太网。100兆的网络，或者说我们100兆的网口，通常我们叫做100兆口啊，但是它的学名啊，或者说翻译成中文以后，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做快速以太网啊，叫 Fast Ethernet。那么它传输速度最高可以到100兆，然后可以是全双工啊，后面双工的例子我们会去谈，它最高可以传到100兆。然后快速以太网的定义是 802.3U， 它就有2种介质了，一种叫做双绞线，最常用的，另外一种是光纤。记住，光纤也可以传递的是这个10兆甚至100兆的以太网啊。其实任何一个速度到目前为止来说，光纤都可以承载。好，我们来看一下线缆。这个100 base TX 啊，反正我告诉大家了，反正是带 T 的，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东西一定是双绞线接口。那么我们来看100 base TX， 它是5类线，非屏蔽
两对儿，为什么要写两对儿呢？注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网线里面有4对线，橙色一对儿，蓝色一对儿，绿色一对儿，棕色一对儿，有4对线。但是这4对线里边，它只用2对儿，也就是说，它只用4条线就可以完成这个整个的转发啊，这个叫做100倍斯 TX。所以说呢，在有些不标准、不规范的这个施工环境下啊，它会把一个网线，不是8芯吗？我把它分成2根线用，然后变成2个线头，因为你8芯嘛，只用4芯，那么另外的4芯呢去做别的。但是这个啊，注意，我记得是在某一个年度的这个建筑标准里边啊，或者说布线的标准里边已经不允许那么用了，建议大家尽量一根网线8芯就用1根网线就可以了，不要偷奸取巧了。这是100倍斯 TX，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00倍斯 T4， 这个是用3类啊，这个4类很少见，用3类或者5类非平地双绞线来完成的这个接口。注意啊，100倍斯 T4 的这个接口和100倍斯 TX 这个接口长得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它的就是网卡设备其实是不一样的，很少见这种东西。这是一个过渡产品，是什么呢？最早先的时候我们10兆的以太网，然后呢大家都用3类线缆。然后呢，升级到100兆以后呢，我不想升级这个其他的线缆，因为线缆可能要升级会花很多钱。那怎么办？我买一块这个100倍斯 T4 的网卡，用原来的3类线缆继续来跑，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也用非平地双绞线，但是它是4对全用，而不是像上面那个只用2对线了啊，它是4对线全用，啊，这是一个过渡方案，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我只见到过1次。再往下，100倍斯 FX， 凡是看到 F 的，基本上都表明这是一个光纤接口啊，光纤嘛，叫做 fiber 嘛。所以说呢，在这儿啊，100倍斯 FX 就是光纤传输的100兆，那么它用的是光纤接口。光纤有2种，一种叫做单模的，一种叫做多模的。那么对于这个100兆的光纤来说啊，那么它的单模光纤可以大于2公里啊。现在我们的单模光纤最长距离可能能传到80到100公里，啊，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单模光纤是大于2公里，一般在10公里上下。那么多模光纤呢，通常就是2公里以内，啊，多模光纤通常是2公里以内。那为什么它俩要分开呢？啊，因为这个光纤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不一样，那么它的成本也不一样。特别是对于光纤连接器件那个激光器，它的成本也是有高有低的。对于网线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网线只能传100米，它的定义就在这儿，啊，是我们的线缆上有了定义。好，下面我们来介绍1000兆。后来大家觉得100兆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的网络速度还要进一步的提升啊，以太网呢就把自己的这个从100兆变成了1000兆。这个1000兆以太网呢，现在我们都这么叫了，但是事实上啊，它的学名应该叫做吉比特以太网。啊，吉比特以太网，啊，叫做吉比特以太网。那么这个是学名，当然我们叫1000兆也没有错，因为因为1000兆啊就是1个 G 嘛，啊，所以我们叫做1000兆以太网了。那么1000兆以太网呢，有一个也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啊，它是对于快速以太网的一个扩展，那么把这个速度啊提高了10倍，那么就到了1GB 了。也是2个标准，光纤和铜缆啊，就是普通的这种光纤，一般都是光纤的，是802.3Z。那么如果是双绞线的，就是 802.3AB。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纤啊和铜缆啊双绞线1000兆以太网的一个这个性质啊。那么首先1000倍斯 T， 看前边这个其实啊，前边这个1000就是说你的最大速率是多少，中间这个倍斯呢？啊，这个可能有同学会问，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多少多少倍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倍斯呢叫做基带传输啊，在我们这个通信的这个底层的这个通信编码里面有2种，一种叫基带传输，一种叫频带传输啊，它叫做基带传输，所以叫做倍斯啊，这个你们不用去管它。那么后面这个 T 告诉你双绞线啊，为什么叫双绞线呢 ？T 的英文全称叫做 Twice Pair 啊 ，Twice 就是唱歌的那个 Twins 对吧？就是它是双胞胎啊，或者叫做双生的意思。pair 呢是线对儿啊，那就是说双绞线对儿啊，所以说呢这个叫做这个就写了一个 T 啊，这个就写了一个 T。那么1000倍斯 T 呢，我要求用5E啊，你看 EIA-TIA 5E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超5类啊，其实呢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工艺比较好的5类线缆，双绞线4对可以完成
啊。其实现在呢，我们标准的这个5类线啊，这个2对也可以完成千兆了，但是呢，性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屏蔽双绞线啊，普通的屏蔽双绞线1000倍斯 CX 也可以。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过渡产品，就像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100倍斯 T4 一样，它也是一个过渡产品。然后1000倍斯的 SX 和1000倍斯的 LX 这两个都是光纤的啊，这两个都是光纤的。那么SX 是多模光纤，那么 LX 是单模光纤。它们两个光纤可以看到使用的光波长是不一样的，多模光纤的波长是850纳米，而单模光纤的波长一般是1300纳米、1300纳米或者1510啊1510纳米，两种型号。那么不同的介质导致了它的传输距离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用5类线啊，甚至于其实在1000倍斯的时候，我们要想让好好的去跑一个这个千兆的网络的话，那么一般呢，我们现在建议啊，使用6类线，它能达到这个真正的1000兆的速度。那么如果你用5类线或者6类线，啊，6类线也是用2对儿，那么可以跑100米。如果是1000倍斯 CX 这种介质啊，用那种屏蔽双绞线的，你可以跑25米，但是这个效果是极其好的，可以保证千兆，啊，可以保证千兆的。那么对于这两个啊，还是啊，一个是200多、500多米啊，多模光纤跑得比较近，还是500多米。那么这个单模光纤呢，也是啊，随着这个激光功率的这个激光器功率的不断的增大，那么它可以跑到甚至于几十公里、上百公里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基本上啊，我们一般用10公里到15公里的这种光纤啊，或者说光模块就好了。这个是1000兆以太网，然后10000兆以太网。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进一步进化啊，那么我们觉得1000兆也不够使了，怎么办？那就是10000兆啊。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么一个路子，因为现在大家买到的电脑也好，还是这个一些其他的网络设备也好，那么基本上你拿到的终端设备啊，就像类似于电脑一样的这种终端设备，只要是能插网线的，你看到你那个端口都是10、100、1000自适应。也就是说，你的设备可以支持1000兆的网络了。那么，当你的设备可以支持1000兆的网络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个网络的骨干核心就不能再满足于1000兆了，它至少要比你能力强，这样才能满足多人同时出入，啊，多人流量并行。那怎么办？它要升级。那么我们后来升级到10000兆，啊，就是10个1000兆，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学名呢叫做10G比特以太网。啊，叫做10G比特以太网，我们通常叫做10000兆以太网，啊，也有光纤，也有双绞线。我们再来看它的线缆，那么这个看这儿啊，它就写不下那么多零了，对吧？然后所以我们这儿写10G 倍斯啊，我们这都写10G 倍斯，然后10G 倍斯从底下往上看啊，10G 倍斯 T 双绞线的没问题啊，铜缆100米，这个是6类或者是7类线，然后呢？可以有一个什么呢？可以有一个15米的同轴电缆，这个是个过渡产品，这个一般我们看不到，剩下的都是光纤，啊，剩下的都是光纤。同样，光纤分多模的，分单模的，啊，同样是光纤也分单模的，分多模的。那么这几种里面呢，我们用到的最多的啊，多模和单模的应该是中间这两种，啊，应该是中间这两种。那么距离呢也是多模的呢，在这个多模的啊，有可能跑到10公里，但是一般呢，我们认为它在2公里以内。而单模光纤呢，啊，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认为它几十公里还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速度越高，那么铜缆或者说是就是我们的网线标准网线，它能够执行的这个速度就越差，就是它能够支持的就越差。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啊，就越来越多的用光纤来完成这个操作。好了，介绍完了这个我们以太网的这个信息，我们